个红酒炖牛肉呢，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是红酒炖牛肉烩饭。我会煮一些米饭起来，我从台湾有带池上米小包的过来。那到时候这几天这2、3天可能就是靠吃这个过活。那我们来看看咯，我们就是按照罗杰塔厨房的一个步骤，看看这个东西煮出来如何。然后最后我会给我的室友吃看看，给他一个盲测。来吧，今天的暗黑料理的重点主角，我买了这个牛肉，它本来是牛排，可煎起来就是好像很硬，但我火用很小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肉质煎起来就是比较硬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它做成炖牛肉。我觉得它的口感吃起来炖牛肉应该会是不错的。它里面有说有用到番茄糊，这是意大利面酱的红酱，我也不晓得可不可以当番茄糊。番茄糊应该是有另外一种类似红色那种里面罐头，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有碎番茄、整粒番茄或者是怎样。总之，反正我觉得这里面有番茄，我们就拿来做吧。再来就是最重要的第2主角红酒，这瓶酒超便宜，才3.9欧，在家乐福买的。再来是冰糖。好咯，现在就要来煎牛肉。对，我看他是先把牛肉煎一煎，他说要不要放奶油都可以，然后因为它本身牛肉下去煎的话，应该也会有一些油脂，那我还是想放。然后我想推荐这个牌子，真的超好吃，意思你台湾有，对，在这边买很便宜，在台湾不便宜。开火，油热一点，准备来放牛肉，煎牛肉全下吧，赶快把它用完，这已经放好几天了，退冻过，然后就一直放在冷藏冰箱。但我觉得这样可以吃个2次到3次，我觉得是可以。罗杰塔说还可以加一点面粉，就是在后面那个酱料有点浓稠的时候。然后这一包呢，是我从台湾带来的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那种就是软烂型的蛋饼。然后这一包是我在普吉面包店发现的，就在我要上飞机前一天，然后在柜台发现。它就是1:1，它已经帮你调好了，就是1:1水跟面粉，然后下去拉就可以变成好吃的粉浆蛋饼，超方便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也要加一点这个面粉。我记得罗杰塔是说用高筋面粉还是低筋，我也忘记了。反正我觉得就用这个吧。我觉得那个肉的味道闻起来还算蛮正常的，应该没有坏吧？坏，手忙脚乱。自己有空的时候慢慢做也是蛮做的。哇，好香哦，这奶油味。然后巴黎这里的厨房，它的抽油烟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，因为它很小台。所以通常我们就是煮完菜之后，后面那个窗户我们就要打开来，让油烟出去，不然你整个屋子都油烟。哦，香喷喷。好咯，现在牛肉已经差不多了，先装盘。先装盘，先去旁边吧。这要加入洋葱。然后我刚刚边做边看，发现还要蒜头，忘了切。然后香料我也还没拿出来，不管先放下去。这是洋葱的系列，换洋葱上场喽。同学呢，他就是人很好，给我了一些香料，有一些是他自己种的。他说百里香还有薄荷叶在这边都超好种。这个是巴西利。然后罗杰塔说什么香料都可以，然后我看到还有加上月桂叶，所以我刚好也有，也是同学给的。哦，这是八角，这样都有啦，奇怪，那不去啊？我的洋葱好像快爆炸，等一下找到了，这里月桂叶。我本身是非常讨厌吃洋葱的，但是只要它煮到它没有什么味道，我是还可以接受。然后啊，对，蒜头，切蒜头，还好洋葱愿意等我。我现在把火关到最小。这洋葱整个有大有小，层次感丰富啊。自己说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要继续切我的蒜头。选择来巴黎居住生活啊，旅居就是一个跳出台湾舒适圈的一个最佳的方式。台湾真的是太方便了，而且消费啊等等都不是很贵。当然，如果跟欧洲比起来，好啦，切碎。像这种速度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会切菜。
最后就会留大块。来，先帮它热一下，帮它暖身一下，然后把蒜头丢进去。然后趁这时候转盐巴，可以把壳碎一下。然后黑胡椒。房东人很好，留了一堆调味品给我们，有一些是快过期的吧，赶快用一用。哦，好呛出来的味道。香公公呐，那它香，我北部嘛就香哎。我发现做菜有一个原理跟一个小配方，就是只要有蒜、有葱、有辣椒、有盐、有洋葱，然后把它炒过，然后后面加高汤，就什么都很好吃。只要不要调味的太过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，我觉得这道菜应该十之八九是可以吃的吧。看一下我们的暗黑料理现在到什么程度。这样子，好，再来加一些香料。我要加百里香，但是有一些那个梗，像这个梗，我就不要丢进去了。这个加进去吃到真的很不舒服。我把一些碎片拉出来就好了。对，先收起来。真的很香，这个是巴西利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加入刚刚的牛肉下去炒，跟刚刚的肉汁，我完全就是按照罗杰卡教我们的下去弄。放红萝卜，我妈学罗杰卡，她说这样 perfect。咱们法国就讲 parfait，parfait。就是一样 perfect 的意思，的确颜色加上去漂亮许多。像这个罐头啊，就是有时候打不开，因为它真空嘛，所以有时候敲一下地板，我都敲地板了。有人会拿可能叉子、汤匙把旁边撬开来，然后很快一下就打开了。番茄糊加上去，加个3匙好了。哦，他说要加红酒，忘了先开红酒，OK， 我们来倒入红酒，300ml，你就大概这一瓶的一半吧。搅一搅。真的超像暗黑料理的，这一定要看一下。但我觉得又很好吃的样子，一切神秘未知都隐藏在这个红酒底下。待会到底吃起来是如何呢？拭目以待。我们就好像在恶搞自己，不过不可能对自己的厨艺是有信心的，过程中虽然是蛮恐怖的。难不成这就是做菜舒压的地方吗？就是可以非常放肆的做自己，做给自己吃的啊！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呀。顺便喝。这3.9欧的酒，3.9欧的酒，好好喝哦。2020的年份 ，Bordeaux， 好喝。就是人家所谓 house rate， 就是顺口。我呢，刚刚又忘了做鸡高汤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补做鸡高汤。我没有什么鸡高汤，也没有什么鸡可以熬，我们就用这个吧，天下无敌鸡粉。Zoe， 2023年10月15号买的，新鲜的鸡粉儿。我也不知道要浇几次，我觉得看这个水量，咱们就不行，因为要炖一阵子，那个水好像不能太少，好吧？就这样，鸡粉就加个3匙好了，这样3匙。4匙好了 ，OK， 4匙可以，3匙有神明，4匙
应该是天下无敌美味。来把它搅一搅啊。然后罗杰塔就说等它有点滚，把酒气就是稍微挥发一下，然后加入鸡高汤，然后盖上锅子，我们就可以等。我先把这个鸡粉汤拉嘞，会弄外被亏，整个有点结块，变成康宝浓汤。冷水煮5分钟。新鲜的鸡高汤，新鲜的鸡粉，来自于法国的纯种鸡。加辣料盖的辣虾，这个可能要把它稍微弄一下，我怕底下会不会焦掉。而且萝卜要把它压下去。好，我看一下什么时候才要加马铃薯。边做边看。为什么我都还没看到马铃薯嘞？马铃薯有需要放吧？我的马铃薯嘞？哎，它不用马铃薯吗？来，回到我们的鸡高汤。我现在啊，要把这个小煎锅的东西倒过来这个大的汤锅，不然我觉得它快要满出来。基本上它就是平底锅而已，所以深度是不够的。OK。进到最后一步了，我不知道马铃薯去哪里了。总之我会一起丢到锅里面煮。他说35到40分钟，然后就是煮完之后呢，静置1天，隔天就可以用。太棒了，结束。来看看现场有多乱，就是来不及收的东西，待会一起再整理就好了。希望就是对做菜没有信心，或者是想尝试做菜的人都可以跟我一样勇敢的走出第一步。话说去年夏天我在台东也是煮蛮多东西的，然后我的家人们就是我的白老鼠，但我觉得他们吃得很开心。我做超多东西的，我做了地瓜球，然后一直失败，因为它就没有办法像夜市那个这么蓬，然后里面这么空心。但是我的地瓜球就是里面有很多地瓜，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很实在，但是我想吃的是那种咬下去的空心空虚感，对我做不出那个，我不知道比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。再来是芒果布丁，我也做不起，就是吃起来都像奶酪，也不像就是布丁的口感。那些什么明胶啊，什么菜丁，怎么都加了，就是不对。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意大利面，就是面煮好，然后酱和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吃了这样。尤其是海鲜类的青酱啊那些我都还可以。总之呢，我的家人们应该吃得蛮开心的吧？还是他们被我荼毒，不敢说，臣服在我的淫威之下。很香哎，真的很香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入门的一道菜，没有什么技巧可言。还是做菜都是这样啊？我乱讲，不可能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当做入门菜的。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，我都会想到我小时候看一些童话故事，有读一些艺术的汤。我们听看看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来收东西喽。这里蛮多东西要收的，剩下1个洋葱，1个马铃薯。我们来收一下香料。袋子呢？我这边收进来。珍贵的香料，好同学给的呀，咱们要珍惜啊。我的番茄糊还有一点点，不要浪费，把它丢到这个里面搅一搅，拉嘞。学习一下欧洲客家人、荷兰人的精神。跟你们说，如果我们到欧洲啊，看到这个牌子的洗碗巾，千万不要买，完全洗不干净。OK， 这个就是我每次便当盒一回来一洗，就是只是面条跟猪肉片的猪油都洗不掉。后来呢，我就买了这个。但它的缺点就是洗得太干净，然后我们的手会很伤。你洗一点点就觉得手好像已经有点要裂开的感觉。但我忘了买手套，我可能明天再买。我们先把这个料呢全部加到这个高汤里。还好我有想到要加面粉，我刚刚就想要吃看看味道怎么样，然后发现这汤不对啊，怎么那么清淡，好像没那么割，完全想到忘了加面粉。暗黑料理之所以暗黑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我发现这个面粉好像不能碰热水，它整个结块，但是现在已经有点勾度了。
我想要再加一点，我想要先冷水让它搅和，然后直接倒进去，面粉把它搅匀，直接倒下去。阿峰啊，自从你寄来铁公运动衫，我食落以后，我即马煮菜是愈来愈顺。伫中间我开迄个锅盖，发现迄内底的汤足清白，足像我的人格同款。我就想起来你讲的话 ，Never give up， 我就重新加了米粉水入去，即马看起来实在是美味可口啊！经过了3番4次的加了面粉水，它现在就是真的比较勾了。不错不错，再焖一下子。巴黎时间下午4点半，好，现在是冬令时间，所以算是3点半，炖到4点半好了。来了，我们刚刚去超市回来，然后他先来尝试我的暗黑料理。只能说实话，面对我们300万的观众，300万，对啊，有的，实话实说就好，咱们做人就是诚实就好啊。对。那个红萝卜我就非常扣分。你不喜欢吃萝卜哦？我不喜欢。萝卜是精髓耶。就很香啊。很香哦。我觉得不错，但好像还没有很入味。它这样酸是我喜欢的酸，就红酒酸。好吃。好吃。以后都交给你煮了。这人废话有点太多。我最棒的室友。我跟你讲，5颗星给几颗实测，真品没关系。我给你4.5。哦，那蛮高的哎。OK， 好，暗黑料理成功。对。哇，这口铺料料那样，可怜的几啊天没吃饭。好好吃哦。Lucky you， 我平常很少在下厨。对啊，饭煮好了吗？正在煮，正在煮。那一锅本来要吃3天，感觉被大胃王等下一锅就一次吃完。平常呢，我在台湾是没有在煮饭，因为在台湾真的在外食实在是太方便了，价格也不是很贵。但是在巴黎就没办法这样子，随便一餐15欧、20欧起跳，然后都只是很简单，可能一个牛排啊，然后配几片叶子，或配马铃薯，或配薯条。在欧洲居住的话，一定要学会自己煮饭，不然除非你超有钱，不然迟早有一天会破产。所以呢，来巴黎，要自己煮饭这件事情也当做我的要做的清单 to do list 之一，就是毕竟在这里你要买一些奇怪的食材，然后下去煮，然后煮一些比较西式的料理，都比较简单，包括你要拿到很多特别的香料啊，或者是比较特殊的蔬菜啊、叶菜啊、沙拉菜等等，就比较方便。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再煮一系列我觉得我可以掌握的菜色。然后继续这个暗黑料理系列。好咯，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而且可以分享给那些想要做菜也还不知道怎么做菜的，给他们一点勇气。帮我按个赞、分享、订阅吧，拜拜。